万里不过少顷，云升云落，渡恶真人已经抵达了渡仙门的上空。他低头看去，只见下方山门主峰周遭流光不断，血光在各处弥漫。真人顿时勃然大怒，他上古时搭救安置在此地的麒麟降兽，此刻近乎旧伤复发。渡恶真人的这些禁名弟子之中，好不容易出了个金仙境，能给昆仑山其他道友显摆显摆。此时呢，这位爱徒竟然被2个人给围攻，也是负了伤。渡恶真人一甩拂尘，威压渡仙门，随后轻轻吸气，运起神通窍中2气，鼻尖颤动，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冷哼。下方那来犯的3名伪金仙在这一声哼字之下，竟然齐齐吐血，元神近乎被震散。洪荒老金仙神通自不凡。远在万里之外，正暗中凭指道人观察渡仙门内的情形，顺便清扫战局的李长寿顿时眼前一亮，这大腿来了呀！他心神一动，小琼峰内层大阵关闭，只保留单房外围的阵法是开启状态。在山门内的天子1号、8号指道人迅速恢复成纸片人，其上的仙力化作灵气消散。做完这些，李长寿立刻收敛心神，宛若一切都从未发生过。在地脉挪移阵的落点，渡仙门众弟子躲藏的地穴处，山谷旁侧的缓坡，被迷倒的5个人早已经东倒西歪躺在地上，被迷魂的鹏妖趴在那儿呼呼大睡，一切就仿佛定格在了有情悬崖扔出毒丹后的一瞬。有情悬崖躺在地上，周围落满了飞剑，而灵娥趴在有情悬崖的身旁，像是摔了一个狗啃泥。没办法，李长寿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完美的还原。灵娥脚边昏迷的李长寿缓缓没入地下，化作一只纸人。毫无声息的，灵娥头顶的玉簪轻轻破碎，李长寿的身形出现在灵娥身旁，将土中的指道人迅速收起，又躺了下去，闭目装昏。他在回想整个过程，自己有没有疏漏之处。此战之后，若他所料不错，渡仙门将会出现一堆未解之谜。这个渡仙门山门之战，几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英雄豪杰牺牲自我护卫人道。此地护卫渡仙门弟子一战，也有一位路过的老道直接出手灭杀了那个天仙老道，而后从容离开。唯一的隐患其实是万灵云长老或许猜到了一些什么，再有呢，那就是有情悬崖知道的太多了一些。稍后还是要跟万灵云长老主动的谈一谈，顺便对有毒师妹讲一讲人生与哲学。李长寿现在其实心情是十分愉悦的，不是因为杀了那个天仙老道，得了一把后天灵宝层次的宝剑，以及那一颗珍贵的避毒宝珠，也不是因为自己扶住了差点倒下的渡仙门，他只是尽自己能尽之力罢了。只因渡仙门背后真的有一个活生生的开山鼻祖，那一声炸雷般的闷哼，不就是封神劫难中哼哈二将所用的神通吗？渡恶真人好像还是哼将那谁的师傅。渡仙门经过这般劫难，却坐实了人教道成，今后那门人弟子再不争气，道行再弱，那也是实打实的人教道成。我的跟脚顿时深厚了许多。唉，可惜啊，这一次没能够哭来那位传说中的玄都大法师。如果这位人教首徒亲自现身，效果肯定更佳，说不定渡仙门就能从东胜神州搬去中神州了。唉，倒是我这一次说不定就被文道人给惦记上了。莫名的，李长寿心中的愉悦退了下去，又泛起了浓浓的危机感。怎么才能避免被西方教给盯上呢？想到这个问题，李长寿又不免想起了那个让他心惊肉跳的南海海滨某村寨。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迎敌之事，一直没有查看南海那边的情形。
暗中推算，躺在那儿装昏的李长寿面颊一阵抽搐。我此时的香火功德竟然比2年前又翻了1倍，什么鬼呀？熊寨靠宣扬南海教敛财，还脸上劲儿了不成？李长寿心底悄悄地感应了一下，差点就真的昏死过去了。1621座，还有10多座我的神像正在兴起，而且我隐隐感应到，因为南海神教与某个收敛功德的小教起了冲突，已经开启了大规模的械斗。这是什么节奏啊？李长寿的嘴角一阵抽搐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只能躺在那儿装死。话又说回来，我的教众却好勇斗狠，打个头破血流，会不会亏损他们的功德或者气运呢？屁个教众啊！我从现在开始根本不认识什么南海海神。想办法整容吧，回山之后再多考几个巫族密咒纹身吧。我虽然已经算是抱到了渡恶之人的后脚跟，但始终还是跟脚太浅薄了一些。此时也就只能指望着师父早些迈入真仙境，让师父去天庭混个差事，然后忽悠师父去兜率宫中拜见太上老君，多拉一点靠山。文道人，南海教。李长寿躺在那儿，心底有些无力吐槽。此前一直操控指道人的疲倦感慢慢袭来，又被他悄然化解。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，这个时刻最容易放松心神，麻痹大意，也就最容易遭遇一些预料之外的不测。李长寿静静观察着各处，等了半个时辰，地穴中飞出了一道道身影，急忙朝着此地赶来。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这些门人弟子。3位百凡殿外务长老连忙冲去那彭妖身周，将彭妖直接在昏睡中斩杀了。一群弟子围在他们几个人身旁，有丹顶峰的元仙详细的为5个人诊断，只是说中了迷药昏了过去，并无大碍。那破碎的瓷瓶、炸开的丹药痕迹也迅速被他们发现。不用5个人醒来之后多说，众人已经自己推测出这里此前大概发生了什么。李长寿、兰陵娥、有秦玄雅这3名弟子被一位长老用仙力托起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旁山林阴凉处歇息。这群门人弟子从地穴中冲出来之前，门内那边已经传来了消息，祖师爷渡恶真人现身，直接击杀3名来犯金仙。掌门与麒麟长老立刻出手扫平来犯之敌。渡仙门血战一场，山门无忧，各峰长老门人各有损伤。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场劫难来得毫无由头，结束的也十分迅速。对于完全了解全部剧情的某位靓仔而言，这件事儿十分复杂，而且很累心。几个时辰后，忘情上人万凌云长老带着100多位门内真仙赶来此地。装昏的李长寿突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呼喊：小长寿，小灵娥，你们不要吓我，怎么就躺下了呢？云上坐在大葫芦上的99师叔直接跳了下来，急匆匆地冲到林边。一旁有百番殿长老连忙说他们只是被迷药给放倒了，并无大碍。99这才是松了一口气，直接坐在了灵娥的身旁，马衣短衫一阵轻晃。他此时仙力已经所剩无几，左肩腰身还有伤痕，元神也有些萎靡不振。在此前护卫仙门的大战中，他也是竭尽全力。大战之后顾不得休息，就赶来此地寻找自己关心的弟子。很快江金山、九呼、九师3个人也赶了过来，他们将昏睡中的李长寿3个人用仙力带起，跟随着大批人马一同带回了门内。2位真仙境长老昏迷了一整日就醒转了过来，
而有秦玄雅昏睡了整整7日，方才醒转。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比较合理，李长寿硬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待了7天半，才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眼底满是茫然。一睁眼就是陌生的床围。李长寿自然清楚，他跟师妹被带来了破天峰，自己现在正躺在99师叔的床上。灵娥被99安排在了9师的阁楼中，一直睡得安稳，没人吵扰。这7天中，99师叔经常被9师师伯怂恿，不断地对自己东戳戳西碰碰，但是每次都不是问题部位，李长寿也就没有多管。扭头一看，99师叔正坐在地上，依靠在床边，手边还有2只空了的酒壶，正在发出一阵阵轻轻的鼾声。有你这么照顾病号的吗？李长寿略有些哭笑不得，慢慢坐起身来，打量着各处。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会记得，我被9无师伯扛着冲到这处阁楼，用仙石捕捉到的这里的第一眼。哎呀，我的亲娘啊，那已经不是一个乱字能够形容的了。刚要站起身，一只银白色的令箭从窗外飞来，李长寿立刻抬手将传信令箭阻在了窗口处。一个有些陌生的嗓音响起：小琼峰弟子李长寿。李长寿起身拱手：弟子在。速来渡仙殿，掌门等你多时了。李长寿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：弟子领命。掌门？莫非我之前做的善后和伪装已经被掌门识破了？没道理才对啊。我回来之后，先是一直盯着万灵云长老，也注意到了门内搞的无名英雄上香拜祭的活动，种种迹象表明没有人能够怀疑到我身上才对。唉，不管如何，掌门相召，我也不能躲着不见。起身，李长寿整理了道袍，低头在小师叔手边放了2瓶此前没给他的好口味灵丹，又瞧了眼熟睡的灵娥，匆匆忙忙赶去渡仙殿。李长寿赶去渡仙殿，灵娥腰间挂着的那只口袋就开始轻轻扭动。只是蓝灵娥修为太浅，此时还在昏睡，完全没有感受到兽皮口袋的异样。隐藏修为的事真的暴露了。驾云飞向渡仙殿时，李长寿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现如今因南海神教之事，以及自己可能不小心正面刚了那个传说中的文道人一下，自己藏起来的修为已经不只是底牌那么简单了，这直接关系到了自己的身家性命。归西平气诀这门旁门法诀其实花费了李长寿许多的精力。最初时，他通过不断剖析各类探查修为之法，逆向总结，并对渡仙门所存各类隐藏气息之法进行归纳整合，摸索出藏匿气息之道。在他渡劫之前，这门法诀已经有数10次改善，李长寿成仙之后，更是将这门法诀提升到了和遁法同等的战略层次。可面对不知道是活了多久的金仙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有些没底，只能做好2手准备，若是掌门故意试探，就直接启用3号备用方案。所谓备用方案，无非就是立刻自证自身清白，第一时间证明自己非敌人奸细，非外魔，实打实的渡仙门弟子，只不过是机缘巧合，修行速度快了一些，渡劫时又一不小心飞升了一下下，落在殿前，看向前方这座宏伟殿。李长寿沉下心境，收敛仙识，将自身气息稳定在反虚8阶，迈步走入其中。刚入殿，他就听到了一缕有些虚弱的传声。小琼峰的弟子李长寿，不要出声，
是，就点点头。李长寿不动声色，轻轻点点头。那传声又道：来左侧，垫脚有个小门，进来就好，不必紧张。贫道是渡仙门掌门，喊你过来是为了与你说一件小事。听着传声，掌门怎么有点病入膏肓的样子？李长寿低头快步走向那有些空旷的门牌主殿，朝大殿左侧的角落而去，很快就抵达了那2扇木门前。他站立少许，听到掌门再次传声，才轻轻推开木门。里面是一间简单典雅的茶室，摆了几件桌椅屏风，2扇开着的窗外便是云海风岛的美景。李长寿倒是无心欣赏这些，抬头看了眼坐在窗前的青年道者，这就是自家掌门太清老子记名弟子的记名弟子季无忧。其面若冠玉，剑眉星目，英俊潇洒，这些自不用多提。一般来说，保持着中年或者青年面容的男恋骑士，如果不是自己或道侣有什么特殊的喜好，形象都不会太难看。掌门的笑容温和，气质儒雅，给人一种温文尔雅之感。但这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位金仙境的掌门大人，面色苍白，气息虚弱，双目无神，虽然身姿挺拔，却透露着满满的憔悴虚弱之感。若非知道自家掌门道号无忧，名为季无忧，在东神州被称之为无忧掌门，李长寿还真忍不住在心里给掌门挂一个洪荒虚空公子的外号。